云初，战一晨温声问道：“你告诉我那个男人是你什么人，我就回去。”宁云初默了默后说道：“他是我14年前就过的一个大哥哥，我们兄妹相称。他有个准备要结婚的女友的。”他没有说出莫东浩的名字来，免得战一晨把莫东浩查了个底朝天，只告诉战一晨他和莫东浩是以兄妹相称的。那意思是让战一晨不要胡思乱想。之前怎么没听你提到过呀？你问过吗？你没问过，我无端端的说他干嘛呀？战一晨语塞，他以为他的生活圈子很单调的，也摸过他的资料，的确很普通，很单调。想到自己查他的时候也没有往深里查，他想着若是往下翻，说不定能有惊喜呢。哦，现在还真是惊喜，不是惊吓。他被他吓到了，以为他其实是有男友的，兄妹相称的就好。云初，对不起，是我误会了你们，我做了伤害你的事，对不起，你能原谅我吗？宁云初不吭声。战一晨看他这样子，就知道他还在生他的气。想到他肯说出与那个男人的关系了，战一晨便没有再追问下去。他牵起他的手，温和地道：“我送你进屋去。”宁云初抽回了自己的手：“不用了，在我自己的家里，不用拐杖，我也能自己走。”说到拐杖，战一晨才想起来，那他用拐杖扔他的时候，他接住了他的拐杖，然后拿着他的拐杖走了，他记得放在他的车上。云初，你的拐杖还在我的车上，明天我来接你，送你回店里，再把拐杖还给你。云初动了动嘴唇，却没有说出拒绝的话来。你家里现在就你一个人吧，让我送你进屋，我才能放心。阿姨们都在啊，我小姑姑明天会过来啊。出了这么大事，他的小姑姑肯定要过来陪陪他的。至于他的2个大姑嘛，除了打电话骂他，或者去他的店里指着他的鼻子大骂，骂他白眼狼，骂他忘恩负义，说什么他大伯养他这么大，他却诬陷大伯害了他亲爸，说什么他爸的死与他大伯完全无关，是他爸命短，福薄什么的。宁云初知道2个大姑跟大伯的感情很好，但是他爸也是大姑的亲弟弟呀，他们怎么能昧着良心说他爸的死与大伯无关呢？甚至连他爸命短福薄的话都说出来。想到大伯和他亲妈连他爸都能害死，2个大姑亲近大伯，说明也是一样的人，就会说出那样的话来，一点儿也不稀奇。那宁云初也就释然了。战一晨听说云初的小姑姑明天会过来，那是云初最在乎的长辈了，他明天一定要过来见见家长。我送你进屋，我就离开。他这样说，又坚持这样做，云初便没有再说什么。2个人默默地进屋。战一晨说到做到，送宁云初进屋后，他就离开了。他走后，云初回到他住的保姆房，与他同住一房，不过是被一块板间隔开来的那名保姆还没有睡下，听到开门声，知道云初回房了，那名保姆便敲了敲那块板：“有话就说哈。”云初淡淡的说了句，那名保姆就便隔着木板问他：“大小姐，你是不是和詹二少爷在恋爱？与你何干？”保姆一塞，半晌他就讪笑着：“大小姐，之前太太和二小姐都在，他们不喜欢你，处处针对着你，我们又是太太请回来的，那就算同情你，也不好明面上帮着你。你也知道的，我并没有做过伤害大小姐的事，只是平时不怎么搭理大小姐而已，不搭理就不用做出伤害大小姐的事。那这名保姆呢，不能说是好人，但也没有坏到哪里去。现在太太和二小姐进去了，太太估计会被重判，二小姐判不了几年就会出来。她一向跟大小姐不对付，等二小姐出来，大小姐怎么办呀？詹二少爷挺好的，主要是他家里有权有势。若是大小姐和詹二少爷在恋爱，那可得抓牢了。只要大小姐嫁入了詹家，就不用担心二小姐出来后报复你。宁云初不搭理他，保姆说了那么多，得不到回应，那也就不说了。宁云初接到了莫东浩的电话，莫东浩在电话里关心地问他和战一晨没事吧？
没事，他是来道歉的，送我进屋就走了。莫东浩放下心来，叮嘱了他几句，便挂了电话。一夜再无话。那隔天清晨呢，天刚亮，战印就被一阵阵手机铃声吵醒。他很不爽啊，摸过手机也不看来电显示，就接听了电话。声音阴沉冰冷，你最好有天大的事。战一晨小心地开口，大哥，是我。战印听到弟弟的声音就想挂电话。大清早的这家伙打电话过来准备好事啊。大哥，别挂电话，我就在你家1楼了。是你下楼还是我上楼去敲门？我怕会吵醒大嫂。战印一脸黑线，他偏头看向身边的妻子，海童还睡得香甜。他肯定不能让弟弟的敲门声把海童吵醒的。他黑着脸低冷的道，等着。战一晨讨好的笑着，好呗。数分钟后，战一阴沉着一张脸坐在了弟弟的对面。说吧，什么事？也不看看时间，现在才几点？天刚亮你就把我吵醒。哎呀，你要不是我弟，看我怎么收拾你。战一晨陪着笑脸，大哥，我大嫂几点会起床？我想还是想让我大嫂帮我去云初那里说情。战一晨，你皮痒了是吧？一点小事情也要麻烦你大嫂，就算你要麻烦你大嫂，你就不能等到9点过后再麻烦你大嫂。战一晨被骂也还陪着笑脸，我就是没有经历过，总觉得不踏实。大哥，你当初怎么能沉得住气，几天都不搭理我大嫂的？现在云初对我冷冰冰的，我就受不了，他一天不原谅我，我就一天不踏实。战印瞪着他，那战一晨就不敢说下去了。他不踏实都是你的事，如果你连一点小矛盾都无法解决，我劝你跟奶奶说，你决定当一辈子的光棍吧。之前个个都笑话他，觉得他情商低，那现在轮到战一晨了。战印觉得这个堂弟的情商也高不到哪里去。战印起身，转身就往楼上走去，压根儿不想管战一晨的事。大哥，滚！等大哥的身影消失在眼前了，战一晨抱怨着自己日子过得美满了，就不管弟弟的死活了。明叔抱了一束花进来，这是战一晨一过来就吩咐明叔去花园里捡来的花束。二少爷、大少爷给你排头吃了吧？你也不看看天色的，也就是鸡才起这么早的，因为鸡要打鸣，所以早起。二少爷，按你的吩咐帮你把花束包扎好了。明叔把花束递给战一晨。战一晨接过花束看了看，有点嫌弃的道，明叔，我记得花园里的花开得很灿烂的，怎么这束花的花朵儿都这么小？那也不好看。明叔说道，大少奶奶喜欢那些花朵大而繁复的，不能捡了给二少爷，只能挑这些小花朵了。大少奶奶不喜欢的，二少爷想要多少都可以。他还想着他别墅里养的花并不多，花开的也不好看，才跑来大哥这里捡一束花，顺便再请求大嫂帮忙的。虽然大嫂答应了今天会帮他的，他就是心急，就是想让大嫂早一点去帮他说好话，然后得罪了黑脸大哥。那明叔给他捡的花也不好看，虽然战一晨嫌弃这束花不好看，大清早花店都没有开门，他无法买一束替换掉，只能抱着这束花走了。至于大嫂那里，他只能耐心的等着了，没有胆量再打扰兄嫂，否则大哥一声令下，能让保镖像抬死尸似的把他抬出去，那样就太丢脸了吧。那战一晨走后不久，海童就醒了，睁开眼就看到自家男人那张俊脸。海童笑，两手搂住了战印的脖子，老公早安。战印低头在他的红唇上戳了戳，温柔地回应他，老婆你也早安。几点了？好像是7点半吧。都7点半了呀。这海童连忙推开了战印，坐了起来。看了一下身边，见外甥还在睡着，他声音就轻了点。早餐做好了吗？哎，等会儿我们给我姐送早餐过去啊。放心吧，明叔会安排好的哈。海童嗯了一声，明叔办事他放心。
那他用最短的时间换好了衣服并洗刷完毕，然后拿来了洋洋的衣服，把洋洋叫醒。小家伙被叫醒还是迷迷糊糊的。海童帮他换衣服时，他时不时还会倒入海童的怀里想睡觉。洋洋，等会儿在车上再睡，现在先下楼吃饭，然后妈妈送早餐去了。一听到要给妈妈送早餐，洋洋就精神了。战印看着姨甥俩，眼底满是笑意，说道：老婆，看你和洋洋俩就像那些家长，天天叫孩子起床去上学的样子。海童扭头看他，想说他怎么还不去换衣服，却看到他早就换好了衣服。你起来得很早呀。西装服都穿上了，被某个出现情网的笨蛋打电话吵醒的。海童猜到了是战一晨，问道：大清早的，一晨就打电话过来，你没有顺着无线电波爬过去揍他？看在是我弟的份上，我没揍他，一点小事情都解决不了，当初还好意思笑我，好意思看我的笑话。就最能帮到他的人是奶奶，也不知道去找奶奶。对啊，这2天没看到奶奶呢，怪想他老人家的。战印抱起了洋洋，与海童一起下楼，准是又到处挑选孙媳妇了，他老人家是闲不下来的，闲下来我们就得头皮发紧了，准会带着我们使劲的整的。他老人家的快乐都是建立在我们的痛苦之上啊！你这话敢当着奶奶的面说吗？战印不敢说了呀，就真的痛苦了。海童笑他，怂，在我奶奶面前认怂不丢人。战印看来没少被奶奶整治，相较于被整，他愿意认怂。那用他的话说，在奶奶面前认怂不丢人的。奶奶也是不负责任，给老二和老三个扔了一张相片后，就不管了，让一晨不知道该找谁帮忙，就3天2头跑来麻烦咱俩，当我很有经验呀。再说了，我们俩是他们能复制的吗？战印呢，就是气弟弟大清早过来打扰了他与妻共眠，难得的唠叨了一会儿。掉入情网的人都是那样的，你底下有那么多堂弟，以后每个人都来找你帮忙的时候，还有的你烦呢。不过习惯了就好，谁叫你是当大哥的呢？战印说道，等会儿联系奶奶把大师的联系方式给苏家主的时候，我跟奶奶提一嘴，不要光牵线不管后续发展的。老太太，白菜给到了你们，还要我帮你们煮熟加到你们的碗里，养那么多猪有什么用呀？每头猪都要他老人家操心，还是养白菜好呀。可惜他们战家没有养到白菜，只能拼命去拱别人家的白菜了。想到大师批了战印和海童的命，说他们夫妻俩是儿女双全的命，老太太想他们战家下一代就要有白菜了，可得撤个高墙把白菜维护起来，小心呵护，可不能让别人家的猪拱了。自家的猪拱别人家的白菜，老太太那是笑眯眯的，别人家的猪想来拱自家的白菜，老太太是磨刀烧水宰猪。那用早餐的时候，战印就联系了老太太，老太太说道，还用你来问，苏家主昨晚就亲自过来拜访我了。战印动作还真够快的，奶奶怎么样？结果怎么样？我哪知道怎么样了，我只是给了大师的联系方式，你想知道怎么样，可以搬到苏南家里住着，就等着吃瓜看戏就行。战印想到自己以后还用得着苏少主，要是特意去看苏少主的戏，说不定以后苏少主就不帮他了。他说道，算了，每个人都有属于他们的缘法，我操心不到苏少主的事，我底下那一溜的弟弟都够我操心的了。奶奶，你可不能只牵了线就不管了呀。老太太马上把手机从耳边拿开，递得远远的，说道，阿印，手机信号突然不好，听不清楚了。你说什么呀？听不清楚呢，先不说了，挂电话了哈。然后摁断了通话，把手机放在桌子上。战印对海童说道，奶奶是越来越滑了，他想说老奸巨猾的，
怕传到奶奶的耳里，奶奶又整他，最终还是不说了。月老只是负责牵红线的，可不包生儿子。海童调侃了一句啊，奶奶只负责帮孙子挑选孙媳妇，要怎么追求那是孙子的事了。他老人家操不了那么多的心，家里还有几个孙子担着呢。知道奶奶是这样挑选孙媳妇的。从4少开始的那几个适婚年龄的少爷们，最近都紧张得很，可以说是瑟瑟发抖的，天天都在猜测奶奶会给他们选个什么样的媳妇儿。嘴巴甜的，那近期就天天哄着老太太开心，就想让老太太让自己再单几年，不要太快动到他们。反正就为了单着呢，几位少爷是八仙过海，各显神通了。用过了早餐后，海童连休息都没有休息，就要给姐姐送早餐。洋洋却要上课了。阿七已经在等着送他了。小姨，我不想上课了，我想跟你去看妈妈。那小家伙上了几天课后，有点想打退堂鼓了。被海童牵着出屋，看到阿七叔叔等着他，他马上扭身就搂着海童的腿。海童蹲下身去对外甥说道：洋洋，咱们做事可不能三心两意，要坚持到底的哦。洋洋不是说要学会了功夫，保护好妈妈和小姨的吗？洋洋要是不坚持下去，就学不会功夫，也就保护不到妈妈了。洋洋不管做什么事，在决定做的时候，就要认认真真的，不能半途而废。洋洋抿抿小嘴后，委屈地道：小姨，很累的，我就是想休息，想去医院里陪着妈妈。海童知道练功是很累，他小时候学的时候，也经常想打退堂鼓的，不过最终还是坚持了下来。如今呢，一般的小混混都不是他的对手。洋洋，小姨知道是很累人，但还是要坚持的呀。练功就是要坚持下去，天天都要练，把基本功练扎实了，后面的就容易上手了。下课后，阿七叔叔会去接你，然后送你去医院陪着妈妈。现在先跟着阿七叔叔去上课好不好？洋洋委屈地嘟着小嘴。海童单手搂过外甥，在他的小脸上亲了亲，柔声说道：我们的洋洋是个很棒的小朋友呢。洋洋不再嘟着小嘴：小姨，我去上课啦，我要当个最棒的小朋友。好，洋洋加油。海童站起来。那阿七呢，便上前来：大少奶奶，我先送洋洋去上课了。海童嗯着，路上开车慢点。知道了。阿七抱起了洋洋，洋洋向海童挥着小手说再见。很快，阿七就开着车载着洋洋率先离开了别墅。等洋洋去上课了，海童才在战印的陪同下呢前往医院。途经春暖花开，他让战印停车，他下车进店里买了一束花。宁云初不在店里。你们老板是送货了吗？海童问着店员。那名店员答道：我们老板大清早就去进货了，大概要10点左右才能回来。战大少奶奶是否有什么重要的事找我们老板的？等老板回来了，我让老板给大少奶奶打电话。海童嗯了一声。云初回来后，叫他打个电话给我。店员应允，送着海童出店。海童抱着花束上了车，边关上车门边对战印说道：云初不在店里，说一早就去进货了，10点左右才能回来。你跟奕晨说一声吧，我10点未必能走得开，要是小军在店里，我才能过来。战印说道：不用管他，他自己会找过来，都给了他2天假，他还处理不好自己的事。我就要怀疑他的办事能力了。我答应过了他，要帮他说些好话的。说到总要做到，谁叫我是他的大嫂呢？想到战印连同亲弟弟在一起，一共有8个弟弟，若是个个都来找他帮忙，海童想，他都可以成立一家婚姻咨询公司了。谁叫他是长嫂呢？战印没有再说话，把车子开动，送老婆去医院。然后呢，夫妻俩在医院里看到了陆东明。陆东明一手抱着花束，一手拎着一个保温饭盒。
看样子是给海玲准备了补汤。他还没有看到海童夫妻俩是跟在他身后的。战印对海童说道：“东明还真是开窍了，大老粗都知道要给姐送补汤。”海童看他两眼，他就没有给他送过补汤喝。战印不笨啊，很快就领会了妻子那两眼的意思。他笑：“周末我给你下厨做饭，也给你炖补汤喝。我是觉得你们铁三角，就你开窍最慢的。”陆总一旦看清了自己的心，送花、送补汤马上就排上了。苏总就更不用说了，他的情商是你的10倍。你以前就知道绷着一张脸，想让我100%的服从你，以你为主。战印轻咳2声，俊脸微红：“老婆，这是医院，来来去去很多人，给我留点面子哈。我又没有嚷嚷的全世界的人都能听见。”海童小声地说了句，然后扬声叫喊着陆东明：“陆总！”陆东明听出是海童的叫喊声，停下来，扭头看，见到好友夫妻俩，他笑道：“战印，海童，早呀，你们是来看海玲的吧？”“我给我姐送早餐过来。”“陆总这是？”战印朝好友挤眉弄眼的。陆东明：“我靠，那是战印吗？居然会挤眉弄眼了。我来看看海玲，顺便送点补汤给她补补身子。”海童看了看他提着的保温饭盒，说道：“我给我姐送的早餐里也有补汤的，奶奶还有我大姨呢，也经常送补汤过来。她姐现在喝补汤，大概是喝到怕了吧？”陆东明默了默后说道：“你们送是你们的心意，我送是我的心意。海童，谢谢你帮我在你姐那里捅破了那层纸，我对你姐是真心的。哎，希望你不要拦着我追求你姐。”海童说道：“我不支持你，但也不会阻拦。这是我姐的事，我姐会自己抓主意。不管我姐做出怎样的决定，我都支持我姐。我也有几句话跟陆总说的，如果我姐一直不能接受陆总，还请陆总高抬贵手放了我姐，不要纠缠不休。”陆东明听了海童的话，不禁在心里腹诽一句：“不愧是战印的老婆。”夫妻俩看待事情和说的话几乎都是一样的。海童，我只能说啊，就在你姐没有在嫁之前，我都不会放弃的。陆东明说得很认真，海童也就不好再说什么。撇开其他原因来看待陆东明这个人，他还是很欣赏的。3个人一起进了住院部大楼，来到海玲的病房时，却又看到了大清早就守在病房门口的周红林。这一次呢，只有周红林一个人过来，周母和周红英没有跟随。那周红林同样是抱着一束花，拎着一个保温饭盒。就这是他父母要求他这样做的。看到周红林的时候，海童都有点意外，他爷爷奶奶竟然没有把周红林拦住。不过呢，周母和周红英没有过来，相对来说好一点。周红林现在是个矛盾体，很容易被赶走的。姓周的，你又过来打扰我海玲姐休息，赶紧滚蛋！海之亲越过了海童等人，先冲到了周红林的跟前去，一手就抢夺了周红林的那束鲜花，然后扔在地上，抬脚就踩上去。他踩，一束花就被他踩残了。他还想抢过周红林手里的保温饭盒的，周红林死死地抱着保温饭盒，海至亲硬抢，战家保镖呢就在一旁看戏。至亲，海童走过来叫了小堂弟一声：“海童姐，你来了。”这个人太可恶了，利用父母去缠着爷爷奶奶，他自己溜了。我开车追了一路，还是没有追上他，让他跑来这里打扰了海玲姐。海至亲说着，看到周红林分心，终于夺过了保温饭盒。就在大家以为他会把保温饭盒扔进垃圾桶的时候，他却是打开了保温饭盒，就着饭盒喝着里面的补汤。姓海的，这汤不是给你喝的。周红林又抢回了保温饭盒，不过饭盒里面的汤被海至亲一口气喝了一半。周红林气红了脸，骂着海至亲：“你是饿死鬼投胎吗？一口气就喝了一半，明明是你小气，只盛了1碗的汤。
我一口气喝掉半碗，有什么奇怪的啊？为了拦着你，我连早餐都没有吃，正饿着呢，反正汤被我喝过了。我海玲姐肯定是嫌弃的，还是给我喝了吧。海志钦又抢过周红林的饭盒，转过身去，再次就着饭盒喝汤。周红林呢，看向海童，海童冷着脸说道：“周先生，我姐不想见你，还请你以后不要再过来。”海童佳妮也是被逼迫才那样做的。海童脸色更冷，周先生这么早过来，不是关心我姐的是吧？你是想替你老婆求情的，真是夫妻情深呀！你老婆要害你亲生儿子，你都能大度的原谅，还想让我姐谅解他是吧？至亲，喝完了汤，麻烦把这个碍眼的家伙拖出去。海至亲应着：“海童姐，你放心吧，我会帮你解决他的。”海童不想再搭理周红林，在保镖替他推开病房门后，他进去了。战印用眼神示意了一下保镖，保镖心领神会啊。陆东明是最后一个进病房的。周红林看到陆东明和他一样，既买了鲜花，又拎着保温饭盒，这分明就是在追求海玲呀。他心里就顿时不是滋味，酸酸涩涩的。海玲，海玲。周红林才叫了2声，海之亲就捂住了他的嘴鼻，不让他再叫喊。海之亲年轻，又跟混混们混过一小段时间，粗暴得很，对付周红林他又不会手下留情。周红林这种坐惯了办公室的人，还真不是一个刚18岁的年轻小伙子的对手。就这样被海之亲捂住嘴鼻，拖出老远，海之亲才松开他。你想捂死我是吧？周红林骂着海之亲，没大没小的。严格来说，你还要叫我姐夫的。啊呸，姐夫，你还有什么资格当我姐夫？不要脸！你和我海玲结婚都离了大半年，你再婚都有好几个月了，还好意思让我叫你姐夫？呸！海至亲年轻气盛，周红林的一句话就让他呸了几句，他呸还真是呸了口水的。哎，周红林被他呸得一脸口水，嫌弃的想吐，赶紧掏出纸巾就擦脸上的口水。姓海的，你们这些人明明和海玲姐妹俩不对付，最近是不是得到了什么好处啊？你和2个老不死的跑来堵我们家人。海至亲冷哼着，不帮海玲姐帮你们啊？那我们再怎么不对付也是姓海的。哇，你们姓周的啊？我们关起门来打得再厉害，还是同一个祖宗出来的人。姓周的，我警告你，你再去纠缠我海玲姐，看我不整死你，我让你连出租车都开不成。周红林骂了海至亲几句，就赶紧逃之夭夭了。病房里的海玲听到外面的动静的，等妹妹进来后，她问着海童，外面那么吵的，爷爷奶奶没有拖住，让周红林跑了过来。那好在海至亲追过来把他赶走了。海童解释了一句，并没有告诉姐姐，周红林还是想来替叶佳妮讨要谅解书的。虽说叶佳妮是会被判刑，但要是有了海玲的谅解书，叶佳妮又是被逼迫的，律师就能替她争取到轻判。姐，吃早餐了。海童把送来的早餐放在床头柜上，又说道：洋洋已经去上课，今天他不太愿意去，我哄了他一阵子，他才不情不愿的去了。还小，又没有离开过我，练功也累，他会闹点情绪很正常。那陆总也来了呀。陆总早安。看到后面进来的陆东明，海玲微愣一下，就恢复常态，像往常那样和陆东明打招呼。就陆东明把花束递给海玲，海玲略一迟疑，还是接了。他现在还是个病人，陆东明是来探病的，他送来的花束他暂时还能收，就等他出院了，要是陆东明还送花给他，他就不收了。海玲，我让厨师给你熬了点补汤，一并给你送过来，你趁热喝了。陆东明把保温饭盒递给海玲，见海玲不接，他便放在床头柜台上，说了句我要回公司开早会，先走了。然后他扭身抬脚大步走人。海童看着陆东明出去，然后她看着丈夫
见战印淡定得很，好像陆东明的反应尽在他掌握之中啊。不过呢，战印送着陆东明出去，彤彤，你店里也忙，回去看店吧。姐，我陪陪你。姐现在不用陪着了，行动自如。好得很，要不是医生坚持，我都想现在就出院。他惦记着他的任你时，听医生的哈。海童说道，多住几天再出院。就算出院了，姐也不能马上就回到店里去上班，还得在家里好好的休息。我都在医院躺了快半个月，出院后还躺我就要躺散架了。我出院后在早餐店看着，不自己动手做事，收钱总行了吧？放心吧，身体是姐的，姐也爱惜着呢。海童打开了保温饭盒的盖子，用碗给姐姐先盛了一碗汤。姐，陆总的汤你喝不喝？我哪能喝那么多，等陆总走远了。让梁姨他们喝了吧，他们在这里天天照顾我，也辛苦。陆东明放下花和保温饭盒就走，大概是怕海玲拒绝他的补汤吧。事实上，要不是陆东明走得快，海玲是会让陆东明把保温饭盒带走的。知道陆东明对他有意思后，海玲想和陆东明保持着距离。那他送来的补汤，他不想喝，也喝不了那么多。平时大家给他送来的补汤，他都要分一些给梁姨他们喝，否则就要倒掉了。以前苦过的他可不愿意看着那么多的补汤被倒掉，给梁姨喝也能补身体，能够更好的照顾他。你就让战印和陆总说一声，我喝不了那么多的补汤，请陆总不必再给我送补汤。他送过来，我也是给梁姨他们喝的。海童嗯了一声，彤彤啊，你去上班吧，不用陪姐了。海玲呢，就边吃着早餐，边催着妹妹上班去。海童无奈，只得应着。行，我去上班，想多陪你2分钟。都催的，姐，你跟妈是越来越像。妈以前也爱催，她小时候做点什么事，都要母亲催她几遍，有时候催10几遍，她才会去做。母亲说她懒得像猪，推一推才会动。有人催你好过没有人催你，你就惜福吧。海童走到姐姐身后，动情地搂抱着姐姐，笑道，那是我就喜欢姐在我耳朵唠叨，做什么事儿都催着我去办，这是一种幸福。小时候她觉得老是被母亲催着好烦，等失去了父母，她却格外的希望还能听到母亲那句话，小懒猪，赶紧去做，叫你几百遍了还不动。姐答应我以后都要好好的。姐以后都要好好的，姐还年轻，还不想死，还舍不得你和洋洋。海玲笑道，别撒娇了，快去上班吧。海童松开了搂抱着姐姐的手，又叮嘱了几句才走出病房。战印送着陆东明出去刚回来，不多陪陪姐。看到妻子出来了，战印便不再回到病房里去。我倒是想多陪陪姐，可是我姐赶我走呀，要我去上班，说她不需要我陪着了。战印牵起她的手，姐也是不想误了我们的工作呀，我送你回店里，你不用开早会。海童问他，一晨请假，苏南今天也不一定回公司呢。战印笑，我可以让秘书推迟会议。走吧，我送你过去，你的车子呢，让阿浩直接开到店里去。海童没有拒绝他。傍晚我去接你，晚上有个应酬，我想你陪着我去。好，海童爽快地答应他。战印送海童回书店后，才赶往公司，开始一天繁重的工作。沈小军今天来店里了。海童打趣着他，不在家里准备婚礼事宜，你家那位心急得很，我以为你今天也不一定会来上班，也没什么事要我干的，我在家里待着也无聊，就过来了。沈小军整个人都容光焕发的，海童都觉得好友漂亮了很多。他还伸手轻捏一下沈小军的脸，夸赞着手感真好，感觉你的脸越来越光滑了。有爱情滋润的女人就是漂亮。我要是个男人啊，也会喜欢你的。
沈小军也捏了一下他的脸，你的皮肤也很光滑呀，看来用了你家战先生送给你的护肤品，效果很好呀。海童笑道，其实他送的护肤品牌子也是和小飞送给我的差不多，是他隔一段时间就安排了最好的美容师上门为我服务，在物质生活上，战印给海童的都是最好的，从来不会亏待他，哪怕刚闪婚那会儿，他也没有亏待过他。战先生是越来越体贴你了，进步神速呀。奶奶说过，好男人要靠自己调教呀。提到了老太太，沈小军说道，好久都没有见到战奶奶了，怪想念她老人家的。哎，军丫头想我了，我来了。说曹操，曹操就到。老太太人未到声先到。老人家呢，依旧是中气十足，走路步伐也快，却又给人一种她高贵、优雅、大方的感觉。每次看到老太太，海童就要暗骂自己以前眼瞎，傻，以为老太太只是个普通的老太太。奶奶，战奶奶，还好我没有在背后说你的坏话，否则就要被你听到了。沈小军笑着放下了手里的那本，其实拿在手里也没看2页。老太太后面跟着一个年轻的帅小伙子，帅小伙子提着大包小包，海童连忙上前去，从帅小伙子手里接过了2袋东西。老七也来了，这是战家的七少爷战维。战维是战印二叔的小儿子，今年刚23岁，还没有正式进入商界，故而外界的人还不认识战家的七少爷，连名字都不知道。沈小军倒是见过了战家九子，不过只是2面之缘，并不熟。第一眼看到战维，沈小军都没有认出战维，更不知道战维排第几。听了海童的称呼，才知道陪着老太太过来的是战家七少爷。大嫂，战维恭敬地叫了海童一声大嫂，又向沈小军打招呼，沈姐姐。这沈小军回以微笑，七少。战维忙道，沈姐姐，你叫我战维吧。苏南是大哥的铁哥们，跟他们也是认识了多年的。